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就是以色列和伊朗战争打响。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首先表明一个我个人的态度。我个人的态度有3点。第一，我是坚决的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者的。第二个观点，我是坚决支持以色列，坚决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坚决支持以色列全面的剿灭哈马斯恐怖分子。第3点呢，就是以色列对伊朗政权的打击，我是坚决的支持。首先这3点态度我表明一下。那么咱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话题，就是以色列如何在打击伊朗之前误导德黑兰。一位以色列高级消息人士周五告诉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故意将周4晚上的安全内阁会议标记为关于人质谈判的讨论，以便欺骗德黑兰，并为对伊朗的黎明前袭击创造便利。据这位官员称，部长们事先得到简报，议程将集中在加沙举行的停滞不前的释放以色列人的谈判上，目的是让伊朗沉睡。消息人士说，进入安全论坛后，内阁一致批准了军事行动，每位部长都签署了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称为秘密守护者的文件。只有少数官员，包括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默、摩萨德局长大卫·巴尼亚和高级国防部长被纳入完整计划。在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前几天，首相办公室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虚假消息，主要有3点。第1点，度假危机。内塔尼亚胡的助手向记者介绍说，他正计划全家到加利利度假，并将在下周2参加儿子阿夫纳的婚礼，这造成了没有重大军事行动、迫在眉睫的印象。第2点，华盛顿诱饵。PMO 发表声明称，德默和巴尼亚将于周五飞往华盛顿，与美国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会面，在阿曼进行第6轮的伊朗与美国核谈判。事实上，这个谈判并不存在，两人都留在了以色列。第3点，泄密策略。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首次拒绝否认捏造的信息，描述总理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关于潜在打击的争议造成了外交裂痕的感觉，并进一步降低了伊朗的警戒级别。这场欺骗行动是在围绕以色列国防军法律草案的国内政治戏剧，以及对以色列政府政治联盟可能崩溃的猜测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是完美的烟幕弹，消息人士说，并补充说，尽管公众表演激烈，但美国官员还是得到了充分的简报。
第12频道记者阿米特·希格尔在 X 平台上指出，特朗普在4月12日公开给伊朗60天达成协议，今天是第61天。他写道，并暗示最后期限影响了耶路撒冷的时间安排。以色列国防官员认为，出其不意的因素使行动的结果最大化，并可能在伊朗接近核突破能力时为以色列赢得关键时间。伊朗官方媒体证实，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侯赛因·萨拉米在周五凌晨以色列崛起之势行动的开场打击中被打死。周五清晨，数十架以色列飞机参与了对数十个军事目标和伊朗核设施的第一波袭击。对以色列袭击的回应将是严厉而果断的，一名伊朗官员这样说的。伊朗报复的细节正在最高层讨论。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正准备生产数万枚弹道导弹，即使没有核武器，这些导弹也可以杀死数百万以色列人。但想象一下，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携带核武器，结果会怎么样呢？哈梅内伊说，以色列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通过这次袭击，以色列为自己准备了痛苦的命运。咱们看到，伊朗总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惨的揍。这次又是如是，又是这样的老调常谈。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下期再见。